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口感绵密柔滑、味道咸甜交融的美味甜点——味增焦糖芝士蛋糕。对的，味增不仅能拿来做日料，它本身带有的咸鲜味和发酵的味道与芝士非常搭。这款蛋糕咸香与奶香交织，配上甜中有一丝微苦的焦糖酱，真的回味无穷。视频中提到的食材用量、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，我也都会放在视频的简介和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，方便大家参考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先来准备要用到的模具。今天的食谱可以做一个6寸圆形的蛋糕，我非常推荐用活底模具，方便脱模。用厨房纸蘸取少量的软化黄油，均匀涂抹在模具的底面和侧边，并不是为了防粘，主要作用还是为了让烘焙纸更好地贴合在模具内壁。不要用固定底模具，我试验过，哪怕垫了烘焙纸也依然很难脱模，因为蛋糕底含有黄油，烘烤并冷藏的过程中会与底部牢牢结合在一起。在底面和侧边都垫上烘焙纸。我这个模具其实底面直径会小一点点，侧壁是倾斜的，放完烘焙纸会是这个样子，也没关系，同样能烤。侧边垫烘焙纸能有效防止蛋糕表面开裂，当然也可以不用，就是蛋糕烘烤时的操作略有不同，稍后我会详细说明。先来做蛋糕底，消化饼干70克，无盐黄油35克，消化饼干装到保鲜袋内，用擀面杖碾碎，倒入一个大的搅拌盆中，加入完全融化的无盐黄油，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饼干碎都沾上黄油。倒入准备好的模具中，均匀铺在底面。用勺子、杯子或其他趁手的工具将饼干碎按压紧实。可以先轻轻按压一圈，让饼干碎在底面的每一处厚度大致均匀，然后再使劲将饼干碎按压平整。放入冰箱中冷藏30分钟定型。预热烤箱到160摄氏度或320华氏度。这些是蛋糕体所需的食材。奶油奶酪250克，我切成了小块放到室温软化。细砂糖80克，室温的奶油120克，室温鸡蛋1个，大约55到60克，玉米淀粉7克，把味增15克。在一个大的搅拌盆中加入软化好的奶油奶酪、细砂糖、味增，先用橡皮刮刀碾压并搅拌，直到混合均匀。软化到位的奶油奶酪应该是轻轻碾压就会变得非常顺滑的状态。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室温比较低，或是比较着急制作的话，可以将奶油奶酪切小块后放入微波炉，每次加热5秒，大约2到3次来软化。但是要注意，不要加热过度，导致奶油奶酪融化。融化后的奶油奶酪会水油分离，质地与软化的状态是有区别的，最终会影响到蛋糕的质地。大概搅拌均匀后，可以改为用电动打蛋器开最低速度搅打均匀。加入鸡蛋，搅拌均匀。鸡蛋如果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话，温度过低会导致奶油奶酪结块，所以食材的温度很重要。加入淡奶油，继续用打蛋器的低速将淡奶油与奶油奶酪混合均匀。最后加入玉米淀粉，同样混合均匀。做法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这里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打蛋器的速度不要太高，避免搅打进入过多的空气，在烘烤的时候使得蛋糕膨胀过度而开裂。
想要更加细腻的话，可以将蛋糕糊过一遍细筛网。制作得当的蛋糕糊应该是稍微浓稠但又较好流动性的状态。从稍高一点的地方倒入冷藏好的模具内，能够消除一部分蛋糕糊中的气泡。稍微晃动一下，让表面平整。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160摄氏度或320华氏度，烘烤60分钟，然后开炙烤功能1到2分钟来上色。烘烤结束后关闭烤箱，把烤箱门打开一条缝隙，让蛋糕在烤箱内部冷却1小时。如果你侧面没有垫烘焙纸的话，在烘烤结束后将蛋糕取出，迅速用刀在蛋糕的外侧划一圈，让蛋糕与侧边分离。这样做能有效避免蛋糕在冷却回落的过程中，表面被侧边拉扯而开裂。然后放回烤箱中，同样让蛋糕在烤箱里自然冷却1小时。因为没有用水浴法烘烤，所以蛋糕四周熟度更高，中心是刚刚烤熟的状态，在冷却过程中会回落，形成凹陷的形状。这个是不垫烘焙纸烘烤的结果。如果你想要特别平整的表面的话，需要给模具包上锡纸，用水浴法烘烤。室温下放置1到2小时，到蛋糕彻底冷却，再放入冰箱冷藏至少4小时。趁等待的这段时间，我们来做焦糖酱。细砂糖100克，室温的奶油100克，水25克。在小锅内加入细砂糖、水，轻轻晃动锅，让细砂糖完全被水浸湿。以中火加热，等到锅中的糖浆沸腾后，转中小火加热。期间可以轻轻晃动锅，让糖浆受热更加均匀。等到气泡消散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就是糖浆颜色改变最快的时候。当锅里的糖浆颜色变为琥珀色时关火，倒入全部的淡奶油，然后持续搅拌。这里操作要小心，糖浆会剧烈沸腾。像我一样担心烫伤的话，可以用一个长柄的小锅或者凉勺来倒淡奶油，同时锅也要选大一点的，这样液体才不会溢出。搅拌到气泡散尽后，我们的焦糖酱就做好了。热的时候流动性会很好，等冷却后就会变得比较粘稠。使用前如果太粘稠，可以用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。切蛋糕的时候，刀可以用热水浸泡后擦干，或者在火上烧一下，这样切面会更平整。淋上焦糖酱，蛋糕体的口感绵密柔滑，味噌的加入使得咸香与奶香交织，焦糖柔和的甜味和微微的苦味很好的平衡了芝士蛋糕常有的甜腻感。香酥的蛋糕底丰富了口感，每一口都是美妙的味觉享受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